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网上有声杂志出路，这里是无可推诿系列节目。上期主题是从高中生物知识中了解人体是60万亿肉眼看不见的细胞构成，每个细胞中有60亿 DNA 编码，人就是ATCG 4个 DNA 编码编出来的。本期主题：生命中的 DNA 编码不是乱码，是长出生命内外形体的编码序列，是有明确目标的，绝不会随机自然产生，只能来自创造生命的神。DNA 编码不是乱码，是长出生命形体的编码序列，不会自然产生。就像机器人的软体程序，必须有工程师来编写，也不会自然产生。所有生命都是由细胞构成的，每个细胞中都有染色体 DNA 和线粒体 DNA。染色体和线粒体都是由4个 DNA 编码 ATCG 组成序列构成的。生命都是 ATCG 编出来的，却长出了不一样的内外形体。为什么呢？因为 ATCG 可以组成不同的编码序列，不同的编码序列就长出了不同的生命。核心是序列。我们来看生命中的染色体。在我们人体中有23对46条这样的染色体，23条来自父亲的精子，23条来自母亲的卵子，这样就有了23对46条这样的染色体。而黑猩猩呢，它有24对48条这样的染色体，24条来自父亲的精子，24条来自母亲的卵子，这样它就有了24对48条这样的染色体。我们再来看狮子，狮子是19对38条这样的染色体，19条来自父亲的精子，19条来自母亲的卵子，这样就有了19对38条这样的染色体。我们再来看犀牛，犀牛有67对134条这样的染色体，67条来自父亲的精子，67条来自母亲的卵子，这样就有了67对134条这样的染色体。这些染色体的数目不一样，但是也有相同的。例如，黄尾狐猴和羚羊都是28对56条这样的染色体，却长出了完全不同的内外形体。还有我们人23对46条染色体，金丝绒猴也是23对46条染色体。
染色体的数目完全一样，却长出了天壤之别的内外形体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每一条染色体的编码序列是不一样的。我们人的染色体编码序列是长出我们人的内外形体，金丝绒猴的染色体编码序列是长出金丝绒猴的内外形体。每一种生命都有自己的编码序列，什么样的编码序列就会长出什么样的生命。至于说为什么像这个犀牛它有这么多134条染色体，而狮子呢只有38条染色体，数目相差这么多，为什么呢？这只有创造者知道，我们人没有办法知道。在 DNA 编码序列中，还包括着思维能力、生命特性的行为能力等等信息。就如猴子有攀爬的能力，骆驼有沙漠行走的能力，蝙蝠有飞的能力，人不能飞，却有造飞机的能力。这些信息都在 DNA 编码序列中，因为 DNA 是信息，每一条染色体的编码序列所表达的编码信息都不一样，因此长出的生命形体也不一样。电脑是二态码0和1编出无数不同软体程序，音乐是7个音符编出无数不同旋律， DNA 是4态码 ATCG 编出无数不同序列，可以长出无数不同生命的内外形体，都不会自然产生。软体程序和美妙音乐，人可以编写。严谨的 DNA 编码序列有长出生命形体的明确目的，是创造生命的大事。谁能做呢？只有超越生命、无所不能的神才能创造生命。DNA 编码序列有长出各种生命形体的伟大目标，严格而有目的，绝不会自然产生，唯有上帝创造。从上帝所造之物 DNA 编码，我们看见了神的创造，看见了神，看见了圣经无误，都明明可知，无可推诿。进化论说人是从畜生随机自然进化来的，圣经说人是神创造的。从 DNA 看见，能长出生命的 DNA 编码是极其严谨的编码序列，绝不可能随机自然产生，只能来自创造生命的神。以随机自然为核心的进化理论
在严格而以长出生命为目标的 DNA 编码面前，已经全然崩塌。